大家好，这一篇应该是老马也黑菇以后的处理方式的番外篇，因为我刚突然想到，我有讲过我这一支有裂开，这边有裂开，然后我记得我那时候补完以后状况都好了，那在思考它为什么会有这些状况的时候，我突然发现，我不知道大家看有没有看，我有擦过的，我不知道你们能不能看得清楚，里面有一些脏东西在里面，但是这边没有那些脏东西，好像就是从这一段出来，会不会这边又开始在偷吸气？因为以车辆来说，你只要是没有经过空气流量计计算的空气进入引擎的话，你都会导致怠速异常。所以我在想，会不会有可能是这边又出状况？那今天就来补一下，把它补好。因为反正这些胶带也都硬化了。我突然想到，我当初我是补内胎在里面，我不是补那个大力胶带，说错了，抱歉。然后我当初就是因为我是想说，可能内胎这种东西比较软，然后它的如果你包的方式好的话，它的密合度也不错。这边我当初就是破在这边，这边整个都裂掉了。然后当你引擎发动的时候，在抖动，空气流量计在前面，空气流量计吸到的空气变少，因为这边在偷吸气嘛，这边就变少了，所以它的侦测就会错误。然后我那时候就是用这样子补，把它包起来。那今天一样，也是就这样把它包起来，只是可能观察一下它的裂的范围有没有增大。这样子看应该是没有。我看我先拿个窄的胶带，先把这一段做第一层的密闭，然后再包胶带，再做第二层的密闭，这样应该会比较好。我的黑胶带不知道跑哪去了，只剩绿色，只看到绿色的，那就拿绿色的先来顶一下吧，把它包在里面，看不出来。然后在粘的时候，就先把它大致的对齐、对密一点，然后我们再来进行第一层的防漏，应该可以包长也没关系。从这边，因为宽度大概差不多，然后就这样把它包进去。第一层的防止它偷吸气。当然了，可能很多人说啊，这又没多少钱，换一根就好了啊。但是其实有时候你换完，它一样会裂，因为这个是这个设计的通病，所以才会有的人他会去改那个金属的这一段。我本来也想改，因为有人是改细胶的啦，但是我就觉得改金属的可能会比较酷一点。那我现在还在找那个材质的东西。好，有重叠就好了，有重叠就可以把它剪掉。然后反正如果补得好，这个又可以撑很久。景气不好啊，通货膨胀，能省就省。然后稍微的把它推顺一点。还好用绿色的，还可以很明显的看到呢，它的裂痕在哪里。好，第一层补好以后，我们就来补第二层。第二层就是
我们找一块内胎，然后大概就是宽度可以把整个包覆住，这样子。然后我是想，如果从这边好了，因为它裂到这边嘛，它裂到这边，然后到这边，大概这个宽度，然后我就接口在这附近，感觉这样子应该会比较好。这个旧的胶带也不要，可能粘性没很好。然后重新剪2块，粘这个主要是让它固定啊，等下在施作上会比较方便，它不会跑来跑去。然后在要整个包上去之前，再大概的检查看看有没有哪里有漏气，一些检查好没问题，我就把它包住。然后可能稍微拉一下，让它有一个竖立。就是希望它旁边能够自己会拉住。然后粘这个只是，我现在粘的这个只是要让它稳定，稍微固定住，不要说等下我们再继续下一个动作的时候，它跑掉，它就滑掉。好，把它稍微粘一下，赶快的多粘几条，避免它跑掉。有没有把它拉长一点，让它包紧一点？然后外面那一层，我这次是找宽的。然后稍微把它剪一下 ，Q 这个整理一下。好，都这样有包紧以后，来找这种宽的胶带。好，然后一样，我们就开始缠绕，可以绕的比它宽一点没关系。这个就是第3层气密。你看，还原厂的 mark 还在。最好是能够包超过胶带，超过内胎啦。这样子的话，它等于是，就算它这边有在漏气，它也不会再吸到外面。然后这一层就稍微往外拉。大概就是头尾交叠那边，我会绕个2圈。绕2圈以后，再往这边跑，跑来这边再绕个2圈，再跑回来中间，大概这样就 OK 了。
好，这边就可以往下跑了。那这个很耽误时间，我就先跳过。好，缠好了，然后像缠到这个重点就是，你一定要一层比一层还宽，这样才能防止上一层漏气。然后，像我刚刚这边第一层，它就包裂痕，第二层就包到它整个凸出来的外围这边，然后第三层就把第二层整个包进去。然后重点就是你在包的时候，胶带一定要拉一下，因为这种胶带会有一个延展性，你拉完它会再转回来，它会拉得更紧一点。然后全部都包好以后，稍微的剪一下，顺一下，让稍微的按压一下，让它每一层的粘合度更好一点。然后我刚刚做一个跟动，就是我这边绕2圈以后，我就开始往下跑，跑到这边我是绕3圈，3圈多，再绕回去，然后这边再绕1圈，这样就变成两头都是大概都是3圈多，然后中间的交叠大概是2层，因为它会交叠嘛，就大概是这样子，然后稍微的剪一剪，顺一顺。好了，希望这次能够再服务个好几年。好了，那这个进气软管漏气，其实很多车应该都可以用了，只要是进气软管漏气、龟裂漏气的补救方式，就这样子咯。好，谢谢各位，拜拜。